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要做，因为 AI 已经带来改变了，我应该要赶快进行，甚至积极一点。可是我就行动力就是一直跟不上来，我好像会自己找一些理由拖延了自己的计划，会有一点自我批判。对，这样它就变成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感受。但是呢，我们其实真正要思考的事情是，欢迎来到人生解构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Mina。那我们先请 Mina 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本业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大概在这个领域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我本身在21岁的时候就自己创业，开了一间设计公司，然后到现在，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有26年了，在设计公司已经26年了。那中间其实没有那么一帆风顺，遇过1、2次金融海啸，然后包括现在要面对 AI 的改变，说心里不焦急不焦虑，我觉得是骗人的。但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蛮庆幸的，就是我可以经历过这些环境科技的改变，然后我觉得也蛮好的。那我现在是抱持着开放的心态，在面对未来，可能准备迎接未来的改变，这样子。那米娜，像你那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是说，究竟一个人如果他会出现我知道该怎么样，但是呢却做不到，你那时候会问说 NLP 会怎么去解析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我的部分，因为我不见得大家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有时候你会知道一些道理，可是有时候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啊，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跟它合一的，你会知道却做不到，或者例如说，像我有一个停了3年的案子专案，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要做，因为 AI 已经带来改变了，我应该要赶快进行，甚至积极一点。可是我就行动力就是一直跟不上来，我好像大脑会一直找很多理由，说这样做有一点风险我是不是应该再观察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再慢一点？我好像会自己找一些理由拖延了自己的计划。可是我明明知道应该要去做才对，因为只有做了才能知道结果，可是我却选择卡在中间。那有多少人有类似的经验呢？如果有，能不能举手？我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可是等到真正要做的时候，奇怪，那个动力出不来。那 NLP 会怎么解这件事呢？我们通常会是这样我们第一个会先对于这一个行为完全没有任何的批判，如果有都要把它拿掉。打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我明知道那个是一个机会，可是呢，当我开始要做，我心里觉得有风险，那就代表不是因为我没有动力的问题，而是这一个选择有一些风险我还没想清楚。对，所以呢，如果一个是我明知该做却没做，那这样它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不懂。你看我明知道这个是一个机会，对不对？对。可是我却觉得没什么动力。那这个时候我会把没去执行这件事情归因在我是一个好像遇到机会却没有动力去掌握的人。对，会有一点自我批判。对，这样它就变成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感受。但是呢，我们其实真正要思考的事情是，每一个人产生任何的行为背后都会有他特定的理由。那你像我今年如果有在开实体课，应该也是第4季比较有可能。那我到时候开的课就会教大家说，怎么去找到那一种每一个人行为背后有一些特定的理由，是你可以有一个方向去把它线索起来的。那我直接谈往往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可是我担心有风险，那代表那个当下你心里有一个理由还没过，就是你想要更确保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我觉得好像我会去考虑风险，还有以及我自己手上的资源够不够。对。可是想久了就会觉得，好像这些又变成理由。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那个行动力那一步就是没跨出去。对，因为他其实人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他背后的理由，对不对？总共有6个，但是其中一个最常见就是叫确定性。那个确定性是确保我可以拿到我要的成果，或者确保我不会得到我不想要的代价。对，所以你等于是在确定性的这一个思考，它才是在背后影响你到底要执行或不执行的原因。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用确定性的角度来看说，原来我当时没有做是因为这样，并不是因为没动力。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更贴近你内在的思考路径？有，其实会有，对不对？有。那如果这样有比较贴近你内在的思考路径之后，你觉得你的心情想到这一点是比较松一点，还是比较紧？松一点，比较松一点，对不对？会觉得好像可以尝试看看。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谈像 NLP 的概念，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太批判行为的好坏，我们比较在乎的是他内在那个思考路径是什么。因为真正的解法在他的思考路径怎么往后走，而不是我的道理怎么跟他讲。不信你看哦，我换一个沟通方式，大家听听看哦。我要跟米娜说，米娜，你不觉得现在 AI 都已经怎么样了啊？这个机会不抓很可惜吗？那这个听话的感觉怎么样？我先出来，我有事先离开。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沟通方式，我们是有道理，可是那个话进不去。很简单，我用谁的道理？自己的道理。第二个呢，我的语言当中也夹带了别人的行为是不好的。这个就是那个沟通点会进不去的原因。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到这一点啊，它反而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未来如果又再一次哦，是我觉得我好像明知道该做，但又没有做，你第一直觉联想的是动力的问题还是什么？想一下，确定性吧。对。好，那最后我们升华这一题就结束哦。如果我想要让自己呢，未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做决定会果断一点，那你一定要记得哦，做决定会果断一点，它是一个行为。这一个行为在你想透一件事之前，它是不会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问题啊，我们会比较常遇到什么情况？就是我遇到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我不要，所以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让这个现象就解决掉。打比方说，我遇到一件事情，因为有顾虑、有确定性的思考，所以我没有那么快去执行，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以后这样的情况不要发生，就是我变得更有勇气就好，我以后做事更果断就好了，那这件事就解决了。可是我想说的就是此路不通。对，你只要有尝试过刚刚那一段，你会发现此路不通。为什么？想想看。我觉得果断也会相对带来一定的风险。对，你看它又会过到内心的那一段。所以什么情况下能够把这件事比较从根本去解决呢？它要从那个信念的概念来谈。信念。对，它其实是从信念的概念。那信念呢，它有分好几个层级对人的影响。那因为今天的下半场，我会分享一些我觉得信念对人的影响很好用的东西。对，那这个比较像是今天送给大家礼物哦。所以我这里稍微剧透一下，其实信念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一辈子我可以活出什么样子。听起来好舒服。对，其实我觉得信念的概念其中一个层级是这一辈子我可以活成什么样子。而如果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那你现在要不要果断去做？只是你去衡量做的时候会不会达成这个方向性，还是不会。我讲一个小例子哦，你听听看哦。假设呢，我今天是，比方说我的家人生病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到绝症，可是我很希望他可以在接下来的人生不要再背负其他人的期待，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身边没有这样的 role model 给他看，所以他一直觉得他是没有资格追求自己的人生的。可是他跟我很好，那我希望的是我让他看到人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活去闯。对，我先活给他看，我希望带给他一些勇气。你觉得当你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遇到相同的情况，你会不会果断一点？会。OK， 我们给米娜一个掌声好不好？OK， 好，这样吧。谢谢。所以你看哦，为什么刚刚米娜她会比较果断的说会？你们觉得为什么？想一下，不是我的行为，是什么东西让她认为果断是必要的？对，价值观。其实呢，影响一个人会不会选择做或不做，或者往哪边做，一切都来自于他的信念价值观。
如果我们可以慢慢理解这一些，未来如果以刚刚 Mina 的这一个访谈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大家可以留着哦。未来你只要遇到一件事犹豫不决，对不对？你一定要记得，未必是你没有勇气，更多时候是你的价值观还没有理清楚。所以，如果哪天你迟疑了，你开始在思考的是，那我是因为重视什么，所以我现在还认为不是最佳时机。你的这些问法都可以帮助你去理清你的内心哦。好 ，OK。